各位 Podcast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我们的频道 Q 燕奢华美妆香水。嗨，我们一天介绍一支香水给你认识哦。这一次是 Prada 的哪一支？这支是绅士诱惑。绅士诱惑。这个系列我们好像拍了其中1-2支嘛，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来延续这一个 Prada 的主题，少少的系列。但这个算是男香啊，就是算同名男延伸出来的，然后它是比较 intense， 它是这样子说， okay. 就是一样是 Prada HON 嘛，然后它又多一个 intense，然后中文是翻成绅士诱惑。绅士诱惑，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绅士是怎么个诱惑法。换边。你就很多杠给它喷下去哦。蛮浓的。哦，这个馨香，舒服，前面蛮舒服的味道。喜欢。不错。这个一闻马上醒来了哦，有一点姜香，对不对？然后又有一点辛辣，辛香感，再加一点花香出来，对，零香豆，带一点香甜感，胡椒，东加豆厉害了，它有零香豆，对，零香豆就东加豆，带一点甜感的那个，胡椒，粉红胡椒。它一开始就是鸢尾花，干净的鸢尾花，有，已经，然后就会让你开始闻到不同的木质，零香豆啊，然后广藿，我觉得刚刚喷出来在空气里，广藿香也蛮明显的，但它的广藿的泥土感跟药感没有很重，所以你会觉得很干净啊。它变成只是陪衬那个鸢尾跟那个零香豆的感觉。这一支闻起来也会蛮冰凉的感觉，就是可能辛香吧，或许冷空气就会感觉让你有点辛香刺鼻这样，刺激你的嗅觉，提神，对不对？所以带一点冷空气，或许也是学姐说的，鸢尾会让你觉得有一点高山冷空气的味道，也会有这种。有的时候对，干净的。好，那 Cindy 目前你闻到了些什么？它前面虽然前调是说鸢尾花，但我觉得它应该前面的分子蛮细小的，因为它一开始的味道就是蛮显香的，然后它应该是有带一些比较类似柑橘性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再带出花香。对，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后面鸢尾花跟你说刚刚零香豆的那种甜香感都一次出来，但前面应该是有带一些柠檬类啊，或者那种就是让它比较很快的把香味散发出来给你的感觉。对，所以前面一刚开始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清爽、很舒服的味道，你就会被它吸引到。对，OK。味道好，那这个有没有什么给学姐的画面呢？这一支香水，它其实蛮符合 Prada 它的皮件的那个感觉。它的瓶身也有放上它皮件会用的皮革。就是它这支香水有搭到它的皮革的那个系列的氛围，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像你新买回来的包包，或是那个皮夹会有的那个淡淡的香气。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反正我的画面是一个戴着帽子，然后拿着Prada皮件的男生，对，很绅士，你这画面很有气质的感觉。你这画面给的很好。我们买任何精品回来，都包装都很仔细嘛，对不对？那你从这个绒面皮革里面的内衬拿出了你存了很久的钱，然后才买到这个包包，那打开来的心情跟你闻到味道就是这个样子。哇，一切都是新的。它这里面有一点皮革，对不对？可是那个皮革不是臭臭的皮革，不是，它的皮革是一种新东西，你刚拆箱、刚打开精品的那个味道的皮革。那 Cindy 这一支有没有给你什么画面？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一个男生，然后闪亮登场，很帅气的这种转一圈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跌倒了。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蛮活泼的，但又带一点
微甜暖香的那种皮革，其实会让我联想到稍微没有那么刚出社会的感觉，就是可能稍微大概已经可以去夜店，然后因为酒吧啦，酒吧的感觉就是比较油条了一点，微微的，就是它比较那种一开始就很闪亮登场啊，然后但是它的那种整个给你的韵味又是有一些内容，就是它好像它虽然我还不知道后调是什么，但是它前面给我感觉就是它好像懂很多东西，然后很有深度这样子，对的一个味道。学姐说的鸢尾已经渐渐的越来越明朗了，对不对？所以但是旁边周围还是陪衬着馨香，还是持续的慢火温炖的，对啊，把这个鸢尾给它推上来。因为一开始觉得还蛮清爽，但我觉得它中后在我身上没有到很清爽，它是有点浓。我一开始没有看香调表的时候，我觉得它所有中后段就是要衬那个鸢尾花出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干净的皮革香。因为鸢尾跟紫罗兰都会给人家一个，如果它不是用太根部的话，它就是会是一个很干净的花香。我一开始都觉得这一支就是一个很干净的皮革香。是。好，那这一支你们就前调来说的话，会推荐男生女生用，还是什么场合用合适嘞？Cindy 这一支男女生，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女生可能会比较稍微有一点个性的。如果是小女生可能不会喜欢，会觉得它太重了。对，那如果稍微比较有个性一点的，然后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女生，应该会蛮喜欢这一支的。然后男生的话，就是应该上班族，我觉得都蛮适合的。好，那场合嘞？建议使用场合好像比较偏晚上一点点。晚上？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它用在晚上的时间。好，那学姐这一支，我会推荐给，如果你想接触皮革香调，然后你想要它不要太重，然后又有点层次的话，这一支其实还蛮适合的。对，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对，好，这一支让我有一点觉得在法国塞纳河畔旁边两边的酒吧。就是你知道晚上的塞纳河这个灯光很漂亮，打上去之后呢，黄光灯，对不对？不管是船开过去，或者是在酒吧，跟几个朋友喝上几杯，非常有这种晚上的感觉。那因为它的馨香带着那种凉凉的味道，河边嘛，温度总是比较低一点，所以那种飘散出来的那种凉意，然后再加上一些啤酒啦，或者是调酒类，非常合适那个晚上的画面。对啊，好，那我们后调再来跟大家讲这一支会不会看它会有什么变化？对，后面等它。待会见，拜拜。Prada 后调，这一支的后调回来。目前两位闻到什么？我觉得馨香还是蛮强的哦。对，馨香皮革，轻轻柔柔的皮革。那两位嘞？我觉得我那个干净的鸢尾一直都在。然后后面我现在是零陵香豆跟皮革味道比较跳出来了。我也是，我的皮革跟那个东加豆的那个甜香，对，比鸢尾再明显一些些。我觉得前面的广拓鸢尾比较明显，现在面的零陵香豆跟皮革比较明显。是，OK，那其实它的馨香一直都没有消散对不对？一直温慢熬的，一直在呈现当中。对，如果我要讲学姐很常讲的一句，就是那个皮革呢，就是各种馨香料堆叠出来的，所以你一直闻到很多馨香是正确的，没错。因为就是他看他怎样组合出一个你认识中的皮革香气，可能你感受到就是它原本组成皮革的那个馨香料，他想要呈现给你的皮革香是这种感觉。对。但它前后落差，你们觉得算大的吗？
我应该是说后面还是保有前面某些闻得到的味道，但是有一些些微变化，不大，我觉得不大，是没有到那种让你转折到说，感觉变到另外一个味道的感觉。对，它不是前后差距大，它是线性的香味中还带有一些复杂的香气在里面，然后你会一直觉得除了鸢尾皮革之外，你还会闻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一直跳出来，就蛮特别的。可能我觉得在不一样的天气、不一样的温度，你真的会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好，因为就前调跟后调来说，我觉得它算还蛮稳定的，在这个范围当中，它并没有跳跃的太过于跳出范围。对。那所以我的画面也一样是跟着朋友在塞纳河边夜晚，凉风吹来，甚至有一点冷了，你需要穿外套了。那穿着皮外套，然后喝着一样要喝冰凉的啤酒，这样，好，冷上加冷，对吧？冷上加冷，血液循环带给你一些温暖而已。相当不错的一支，很 safe， 很 OK， 我觉得对男生来说，对，女生也是可行的。对。那两位分别给他几分呢 ？Cindy 9.5， 9.5，哎呦，比较高一些。它前面的味道我很喜欢，它前面就是很明亮，然后就是我说有一个香气直接跳出来的感觉，然后又把后面的那种鸢尾跟皮革再一次带出来，那后面就变得稍微比较温润一点。就是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大胆明亮的帅哥，对，但到后面变成他觉得有点害羞了起来这样子。是哦，对，我希望他一直维持前面的活力活泼的感觉。可能就是他的香味给我的感受啦，就是有没有他还是有些落差感觉这样子。对 ，OK， 好，学姐给他几分？我也是给他9.5。它是难得我觉得闻起来让我觉得很干净又舒服的鸢尾皮革香，很帅，蛮然帅的。后我觉得如果在男生身上闻到，你也会觉得很自然跟舒服的感觉，然后又不失 gentleman 的那种感受。对，我觉得这一支，而且它持香度比其他 Prada 香水比较起来，它持香度算好的。对，我觉得它持香度比淡香精再高一点点。对，我觉得这一支偏比较夜晚这种暗色系，可是它带出来的味道却是亮的，这很像在夜晚人群当中，虽然你的穿着是低调，但是很难不让人家发现你的出现就高调了。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反差感，所以你如何去感受黑暗当中却带着这个人有一些活力？这个 life of party 就是这个人就是天生耀眼，就是在众人当中会出现。我觉得应该这支就是用刚刚那一句短语来形容这个人。喷上它你就许我耀眼。对，我正想到那个男主角，有点像他会使用的香水。感谢你的收看，谢谢 YouTube 朋友订阅、按赞、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一天讲一支香水，也谢谢 Podcast 朋友收看我们 QEN 奢华美妆香水的频道喽，收听，谢谢你，下次见，拜拜，拜拜。